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江哲，顶级豪门唯一继承人。我爸怕我太无聊，把我丢进自家公司当了个实习生。我的直属上司是那个传说中的冰山女总裁秦之宇，她觉得我是个走后门进来的废物，同事们觉得我是个凑数的咸鱼。他们不知道公司的代码是我无聊时写的，他们也不知道那个逼得他们焦头烂额的竞标对手是我发小开的公司，他们更不知道我每天上班就是为了近距离观察他们这群精英到底有多离谱。这是一个关系户的自我修养，不谈恋爱，不搞暧昧，主打一个身心愉悦，专治各种不服。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叫江哲，第一天上班我就迟到了，很好，废物人设要从考勤开始立。人事部的姐们领我到总裁办公室门口，表情很复杂，想骂我又不敢，因为我是董事长亲自塞进来的人，一个标准的关系户。他敲了敲门，请进，声音很冷，像冰柜里刚拿出来的苏打水。我推门进去，办公室很大，落地窗，能看到半个城市的 CBD。 办公桌后面坐着个女人，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长发盘在脑后，一丝不苟。她没抬头，视线定在文件上。秦总，新来的实习生江哲。人事姐们的声音有点抖。办公桌后面的女人秦之宇，我们公司的执行总裁，打工皇帝。他终于抬起头，眼睛很好看，但没什么情绪，像两颗黑色的玻璃珠子。他的视线在我身上扫了一圈，从我皱巴巴的絮到我脚上那双快开胶的帆布鞋，最后停在我脸上。我冲他笑了笑，他没笑，他的眉头机不可察地皱了一下。简历我看过了，他开口，声音不大，但穿透力很强。国外三流大学，专业不对口，没有任何实习经历。他顿了顿，拿起桌上的简历，用2根手指捏着，像是捏着什么脏东西。江哲，我不管你是谁的关系，在我这里只有2条路，要么拿出你的价值，要么滚蛋。他把简历丢进垃圾桶，动作很轻，但侮辱性很强。人事姐们大气不敢喘，我还是在笑。好的，秦总，我说，我一定好好干，争取不滚蛋。秦之宇的眼神更冷了，他大概是觉得我不仅废物，脸皮还很厚。他按了个内线电话，让周经理过来一趟。很快，一个地中海发型的中年男人小跑着进来。秦总，您找我？这是新来的实习生江哲。秦之宇指了指我，带他去你们项目部，找点力所能及的活给他干。力所能及4个字，他咬得特别重。周经理秒懂。好的好的，秦总您放心。他领着我走出办公室，一出门，周经理就变了张脸，脸上堆满了油腻的笑。小江是吧？哎呀，年轻有为，一表人才啊。我寻思我刚才除了脸皮厚，啥也没表现出来。周经理客气了，别客气，别客气。他拍着我的肩膀，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我们项目部呢，最近刚好有个大项目，忙的是人仰马翻。你刚来，先熟悉熟悉环境，不用着急干活。他把我领到一个空位上，你就坐这儿，电脑是新的，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工作呢？我问。工作不急，周经理笑呵呵地说，你先看看公司资料，了解一下我们的企业文化。他丢给我一本厚厚的员工手册，我翻开一看，第1页就是秦之宇的照片，下面写着他的光辉履历：常青藤名校，双学位，
毕业就进了顶级投行，3年时间做到高管，然后被我爸挖过来，5年把公司市值翻了10倍，一个狠人，也难怪他看不起我这种废物。我把员工手册盖在脸上，开始睡觉。废物人 cosplay 要全套，不知道睡了多久，一阵高跟鞋的声音由远及近，停在我桌子旁边。我没动。江哲，是秦之宇。我拿下员工手册，揉了揉眼睛。秦总，有什么吩咐？他身后站着周经理，一脸的汗。办公室里其他人头埋得比鸵鸟还低。这就是你熟悉企业文化的方式？秦之宇问。报告秦总。我举起手里的员工手册，我看完了，感悟很深，所以需要睡眠来消化一下。办公室里传来几声憋不住的闷笑，秦之宇的脸彻底黑了。周经理，他甚至没再看我。你们项目部如果很闲，可以多接几个案子。周经理的脸瞬间白了。不闲不闲，秦总，我们忙，我们很忙。既然很忙，秦之宇的视线重新落在我身上，就给他派点活，比如把这几年的项目文档全部整理归档。周经理愣了一下，全部？秦总，那得有好几百个的资料，有问题？没问题。秦之宇踩着高跟鞋走了，带起一阵风，风里都是一股叫生人勿近的香水味。周经理哭丧着脸，给我指了指电脑里一个盘符。小江啊，不是哥不帮你，实在是没事。周经理，我点开那个文件夹，看了一眼，里面的文件命名乱七八糟，最终版、最终确认版、最终确认真的不改了版、打死也不改了版，确实是力所能及的活，换个正常人得整理1个星期。我当着周经理的面打开了第1个文件，然后我打开了扫雷。周经理的嘴巴张了张，最后啥也没说，叹着气走了。我玩了一下午扫雷，快下班的时候，我伸了个懒腰，然后选中了那个巨大的文件夹，写了个不到10行代码的批处理脚本，设置好命名规则、关键词分类，自动生成目录。双击，进度条开始滚动。我去茶水间冲了杯咖啡，回来的时候，进度条刚好走完，几百个的混乱文件现在被整理得清清楚楚，分门别类，还带索引。我把咖啡喝完，打卡，下班。第2天，我又是踩着点到的公司，刚坐下，周经理就冲了过来。小江，那个文档整理好了啊？我说，整理好了。他一脸不信，在哪儿呢？我指了指电脑。他将信将疑地坐下，点开文件夹，然后他愣住了。他拖动着鼠标，反复查看，脸上的表情从不信到震惊，再到见了鬼。这是你一个人用1下午搞定的？对啊，我打了个哈欠，就是点点鼠标的事儿，不难。周经理看着我，像在看一个外星人。这时候，秦之宇又踩着他那双10厘米的高跟鞋巡视过来了。文档整理的怎么样了？他问周经理，眼睛却看着我，带着一丝嘲讽，大概是觉得我肯定一个文件都没动。周经理一个机灵，站了起来。秦总，您自己看吧。他把显示器转向秦之宇，秦之宇的视线落在屏幕上，1秒、2秒，他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叫意外的表情。秦之宇的意外只持续了3秒，他很快恢复了那副一切尽在掌握的表情。看来你对文件整理有点心得，他说，语气平淡，听不出是夸是贬。还行吧，我说，以前帮图书馆的大妈干过活，我没说谎。我大学的时候嫌学校图书馆的检索系统太烂，
顺手给他们重写了一套。图书馆大妈挺高兴，非要请我吃饭。秦之宇没接话，他看了我一眼，眼神比昨天更复杂了点，然后踩着高跟鞋走了。周经理凑过来，压低声音：“小江，你老实告诉哥，你是不是扮猪吃老虎？”“没有啊。”我说，“我真是个废物。”“那你这手熟能生巧吗？”他还是不信，但也没多问，毕竟我是关系户，有点不为人知的技能也正常。这件事之后，我在项目部的地位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他们还是觉得我是个废物，但现在我是个有点用的废物，起码电脑出问题，他们会喊我江哲。我这电脑怎么蓝屏了？江哲，这个打印机怎么连不上？我一般都用最原始的方法解决，重启试试，线拔了重插，90%的问题都能搞定，剩下的10%我就说坏了，报修吧，废物人设不能崩。这天上午，公司发邮件说是为了增强团队凝聚力，周末组织去郊区团建，2天1夜。我看到邮件标题就头疼，所谓的团建就是换个地方折磨打工人。果不其然，周五下午，几辆大巴车把我们拉到了一个鸟不拉屎的度假村。领队的是人事部那个咋咋呼呼的经理，一下车就给我们分发劣质的迷彩服。各位同事，为了磨练大家的意志，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一系列的挑战。首先是，他清了清嗓子，2人3组。我看着身边那群穿着迷彩服、一脸生无可恋的程序员，觉得这画面特别魔幻。秦之宇也来了，他没穿迷彩服，还是一身干练的运动装，但他也被迫参加。他的脸比平时更冷了。分组是抽签的，我看着手里的号码7号，然后我眼睁睁看着秦之宇从箱子里摸出了一张纸，他打开，上面也是个7。我感觉周围的空气温度瞬间降了10度。秦之宇也看见了我手里的号码，他没说话，但他的眼神已经说了一切。怎么是你这个废物？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人事经理吹响了哨子，我俩被迫站在一起，用一根红绳子把各自的一条腿绑了起来。他的腿很细，也很直，隔着裤子我都能感觉到他肌肉的线条，不是那种软绵绵的肉，是常年健身才有的紧实感。别拖我后腿，他冷冷地开口。秦总，你放心，我一定紧跟您的步伐。我嬉皮笑脸。比赛开始，哨声一响，其他人乱糟糟地冲了出去，摔倒的、踩脚的，乱成一团。秦之宇很有节奏感，1、2、1、2，他喊着口令，我努力配合他，但我是个废物啊，我得演。走了没2步，我哎呦一声，脚下一崴，整个人就朝着他身上倒了过去。我闻到了他头发上的味道，不是那种浓烈的香水，是一种很清淡的洗发水味，像下过雨的森林。秦之宇的身体僵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扶住我入手的手臂，很有力量。你干什么？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压抑的怒火。狡猾，狡猾。我赶紧站好，跟上我的节奏。好的，秦总，我们重新出发。这次我学乖了，不敢再搞什么小动作。秦之宇的运动能力很强，节奏感也好，我们很快就超过了前面那些歪歪扭扭的组合。终点线就在眼前，我们是第2名，第1名是2个健身房常客，人高马大，眼看就要到终点了。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废物表现得太好了，我得挽救一下我的人设。于是在离终点只有3米的时候，我的鞋带不小心开了，然后我不小心踩到了自己的鞋带，然后我结结实实的
摔了个狗吃屎，还把秦之宇一起带倒了。这次是他压在我身上，场面一度十分安静，所有人都停下来看着我们。秦之宇的脸离我不到10厘米，我能看清他脸上细小的绒毛。他的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愤怒以外的情绪，是震惊和一丝慌乱。他的呼吸有点急，打在我脸上，热热的。你故意的？他咬着牙问。我鞋带开了啊，秦总，你看。我一脸无辜地指了指我的脚。他低头看了一眼，然后他沉默了。他从我身上爬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解开绳子，头也不回地走向终点。我们成了倒数第一，人事经理过来打圆场。哎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重在参与。我看见秦之宇的背影，肩膀在微微发抖。我猜他不是冷的，是气的。晚上是篝火晚会，大家围着火堆唱歌做游戏。人事经理又开始作妖。下面我们来玩一个经典游戏，真心话大冒险。瓶子开始转，所有人都很紧张，除了我。我在专心致志地啃手里的烤鸡翅，这度假村的烤鸡翅味道还不错。瓶子转了好几圈，惩罚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人，然后命运的瓶口对准了秦之宇，全场欢呼。大家都想看看这个冰山女总裁的八卦。秦总，真心话还是大冒险？人事经理一脸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真心话，秦之宇很干脆。人事经理搓了搓手。那好，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秦总，您现在有男朋友吗？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秦之宇端起面前的果汁，喝了一口，火光映在他脸上，看不清表情。没有，他回答得很快。那人事经理还想追问一个问题，结束了。秦之宇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人事经理只好悻悻地重新转瓶子，这一次瓶口稳稳地停在了我的面前。我把鸡骨头吐掉。我选大冒险。真心话没意思，我的真心话说出来他们也不信。人事经理眼睛一亮，好，够爽快。他跟旁边几个人嘀嘀咕咕了一阵，然后露出了一个猥琐的笑容。江哲，你的大冒险任务就是，他一指，去邀请我们的秦总跳一支舞。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秦之宇正坐在火堆的阴影里。听到这话，他抬起头，视线穿过跳动的火焰，落在我身上，那眼神像刀子，仿佛在说，你敢过来试试。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有同情的，有幸灾乐祸的，还有纯看热闹的。周经理在旁边一个劲给我使眼色，让我赶紧认怂。跟冰山总裁跳舞，那不是大冒险，那是送死。我把手上的油擦干净，站了起来。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我朝着秦之宇走了过去。我当然知道他在生气，白天刚把他坑成倒数第一，晚上就去邀请他跳舞，这不是作死是什么？但我是谁？我是个没有感情的废物，人设要贯彻到底。我在他面前站定，他坐着，我站着，火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正好笼罩住他。秦总，我伸出手，做了个标准的邀请姿势。能有这个荣幸吗？他的视线从我的脸滑到我伸出的手，然后又回到我脸上。我看见他握着杯子的手，指节都发白了。办公室里那些人精都以为他要发飙了，有人甚至已经准备好上来把我拖走了。但是秦之宇没发飙，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把手搭在了我的手上。他的手很凉，也很软。我愣了一下，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啊！按照正常逻辑，他应该一杯果汁泼我脸上，然后骂我不知天高地厚。
可他没有，他站了起来。全场响起了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人事经理赶紧让旁边放音乐，是一首很舒缓的华尔兹。我牵着他的手走到场地中央，我的另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腰上。他的腰很细，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一种惊人的柔韧。他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但他没推开我。音乐响起，我带着他开始跳。我没吹牛，我跳得很好。我妈是个舞蹈家，我从小被她拎着学了10几种舞蹈。华尔兹是我的入门课。一开始，秦之宇的舞步还有点生涩和僵硬，看得出来他会跳，但应该很久没跳过了。我放慢了节奏，带着他，他的学习能力很强。几个节拍之后，他就跟上了我的步伐。我们旋转、靠近、分开，篝火在旁边噼里啪啦的响。周围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们。我低头看着他，火光下，他脸上的冰冷褪去了一些，额头上渗出了一层薄汗，呼吸也有些急促。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星星。你还会跳舞？他先开口，声音有点哑。我妈教的。我说，技多不压身嘛。你不是废物。我是啊。我笑，一个会跳舞的废物。他没说话了，但他的身体好像没有那么僵硬了，甚至在我带着他做一个大的旋转时，他的手下意识地抓紧了我的肩膀。一曲结束，我们停下来，我松开手，对他鞠了一躬。谢谢你，秦总。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那里面有惊讶，有审视，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他好像想说什么，但周围的掌声和起哄声已经响了起来。哇哦，太棒了！秦总跳得真好。江哲可以啊，看不出来啊。他把话咽了回去，对我点了点头，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我摸了摸鼻子，也回去了。周经理凑过来，一拳捶在我肩膀上。行啊，你小子，真有你的，连秦总都搞得定。运气，都是运气。接下来的团建就变得很无聊。秦之宇没再参与任何游戏，他就安静地坐在那里，喝着果汁，看着火堆发呆。我能感觉到他的视线偶尔会落在我身上，但等我转头去看，他又会立刻移开。团建结束，回到公司，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点。我还是那个踩点上班摸鱼的废物实习生。秦之宇还是那个走路带风、气场2.8米的冰山女总裁。那晚的华尔兹像一场梦，只有我跟他知道，有些东西好像不太一样了。比如，他现在每天早上都会在我工位上放一杯热咖啡，不加糖，不加奶，很苦。像他的风格，他什么都不说，放下就走。全公司的人都看见了。周经理看我的眼神已经从这是个关系户变成了这是个皇亲国戚。项目部的同事开始叫我江哥，他们觉得我跟秦总肯定有一腿。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天，公司接了个大项目，一个海外的科技公司要找国内的合作伙伴，标的额10个亿，全公司都疯了。秦之宇亲自带队，成立了专项小组，开了好几次会。我作为实习生，没资格参加，我就负责在会议室外面给他们订盒饭。这天中午，他们开完会出来，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特别是秦之宇，他的脸比平时还要冷，像是西伯利亚的寒流过境了。我把盒饭递过去，秦总吃饭了。他没接，我不吃。他说完就直接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周经理唉声叹气的过来拿盒饭。怎么了？这是？我问。别提了。周经理说，卡住了。
对方公司派来的负责人是个油盐不进的家伙，叫什么大卫，要求特别苛刻，我们改了好几版方案，他都不满意。很厉害的家伙，谁知道呢？周经理说，就感觉他在故意刁难我们。他打开盒饭，扒拉了2口，又没胃口了。这个项目要是拿不下来，我们年终奖都得泡汤。我听着没说话，我回到自己的座位，打开了手机，给一个叫李狗蛋的人发了条消息：你是不是派了个叫大卫的去为难我公司？对面秒回：哲哥，你怎么知道？卧槽，那公司是你的？我不知道啊。李狗蛋，我发小，本名叫李文，那个海外科技公司就是他家的。我回了条消息，让他麻利点，把合同签了，不然我把你小时候尿床的照片发你老婆。对面回得更快了：别哥，我亲哥。我马上让他飞过去跪着签约。我放下手机，看了一眼总裁办公室，门关着。我拿起一份盒饭，走了过去，敲了敲门，进来。我推门进去，秦之宇正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外面，背影看着有点萧索。秦总，人是铁，饭是钢。我把盒饭放在他桌上，天大的事也得吃饱了再扛。他没回头。我说了，没胃口，不吃饭，哪有力气跟那帮孙子斗？我说。他好像被我这粗俗的说法逗了一下，肩膀动了动。他转过身：你一个实习生，懂什么？我是不懂啊。我说，但我知道，你要是垮了，我们就都没饭吃了。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走到桌边，拿起了筷子，打开饭盒，默默地开始吃。我没走，就站在旁边，等他吃完。他放下筷子，看着我。谢谢，不客气。我刚准备走，他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接。喂，什么？大卫，他怎么了？什么？要立刻签约？态度180度大转弯。好，我知道了。他挂了电话，整个人都愣在那里，脸上是难以置信的表情。他抬起头，看着我，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怪物。是你做的？什么是我做的？我一脸茫然。演技要发自内心。秦之宇死死地盯着我，他的眼睛里写满了怀疑。那个大卫指名道姓要项目部的实习生江哲去跟他签合同。他说这话的时候一字一顿。他说这个合同只有你能签。我心里把李狗蛋骂了10000遍。这个蠢货，我让他签约，他给我玩这出，这不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吗？但我脸上还是那副无辜又震惊的表情。为什么啊？我不认识他，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秦之宇往前走了一步，他身上的气场很强，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江哲，你到底是谁？这是他第3次问我这个问题了。我觉得我这个废物的身份可能保不住了。我还没想好怎么编。我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爸。我松了口气，救星来了。我当着秦之宇的面接了电话，开了免提。喂，爸，小哲啊。电话那头是我爸中气十足的声音。在公司怎么样啊？还习惯吗？那个小秦没为难你吧？我能清楚地看到秦之宇的身体猛地僵住了，他的瞳孔在瞬间放大了。没有。我说，秦总对我挺好的。那就好。我爸说，我就是打个电话问问。对了，你李叔叔家的那个海外项目是你帮忙搞定的。他刚打电话跟我道谢，说你一个电话就把事情解决了。我爸的声音很大，办公室里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秦之宇的脸已经从刚才的怀疑变成了实话。爸，这事说来话长。行了，我知道你小子有本事。我爸在那头笑了，
不想待在下面体验生活了，就跟小秦说一声，让他给你安排个副总当当，别太累着自己就行，知道了吧？先这样，我开会了。电话挂了，我把手机揣回兜里，然后我看着已经完全呆住的秦之宇，我清了清嗓子，那个秦总，事情就是你听到的这样。我摊牌了，其实我是董事长的儿子。我本来想用一种更委婉的方式，但现在只能硬着陆了。秦之宇没说话，他就那么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在几秒钟之内变了好几次，从震惊到恍然大悟，再到一种混合着愤怒和屈辱的复杂情绪。我想，他肯定想起了这2个月他是怎么对我的，让我整理文档，在团建上让我出丑，每天早上给我带不加糖的黑咖啡。他以为他在训一个废物，结果他在训自己的少东家，所以他开口了，声音很干涩，你这2个月都是在看我笑话？没有没有，我赶紧摆手，我就是来体验生活的。体验生活？他冷笑了一声，体验一个废物的生活？秦总，你别误会，别叫我秦总。他打断我，我担不起。说完，他转身就走，走到门口，他停住了。江董，他从牙缝里挤出这2个字。明天一早，我的辞职报告会放在你的办公桌上。门被关上了，砰的一声，我挠了挠头，完了，完脱了。我爸要是知道我第1天当副总，就把他最得力的干将给气跑了，他会打断我的腿的。我赶紧追了出去。秦之宇，我第1次叫他的全名。他脚步顿了一下，但没停。我几步跑过去，拦在他前面。你听我解释。没什么好解释的。他绕开我，继续往前走。我不是故意的。我又拦住他，让开。他的眼神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冷。你不听我解释，我就不让。我耍起了无赖，反正废物人设都崩了，无赖人设顶上。他看着我，江哲，你觉得这样很好玩吗？不好玩。我说，我道歉，我为我这2个月的行为向你道歉。我不需要你的道歉。那你要什么？我要你离我远一点。他推开我，走进了电梯。电梯门缓缓关上，隔绝了他冰冷的视线。我站在原地，有点头疼。这个女人比我想象的还要骄傲。也对，她这样的人，靠自己的能力一步步爬上来。最恨的应该就是我这种生在终点线的关系户。我骗了他，还耍了他，他没当场给我一巴掌，已经算他有教养了。我回到总裁办公室。哦不，现在是我的办公室了。坐在那张宽大的老板椅上，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第2天，我到公司的时候，我的办公桌上真的放着一封辞职信，白色的信封，上面是他清秀的字迹。秦之宇。我没拆，我知道里面写了什么。我把信丢进抽屉，然后我把周经理叫了进来。周经理，帮我办件事。江董您吩咐。周经理现在对我那叫一个毕恭毕敬。帮我查一下秦总他老家是哪儿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啊？江董，这不太好吧？涉及员工隐私，让你查你就查。是。周经理的效率很高，半个小时后，一份资料就放在了我面前。秦之宇出身于一个偏远小镇的普通家庭，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母都是农民。他从上学开始就是学霸，一路靠着奖学金读完了大学和研究生，是全家人的希望。我看着资料上他弟弟妹妹就读的学校，一所私立贵族学校，学费1年几十万。我笑了。秦之宇，你这么骄傲，可你有你的软肋啊。
我让周经理订了张去那个偏远小镇的机票。当天下午，我就出现在了秦之宇的老家，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小院，院子里晒着玉米，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喂鸡。看见我，她愣了一下：“小伙子，你找谁啊？”“阿姨你好，我找秦叔。”我说：“我提前查过，秦之宇的父亲叫秦建国，你找我家老秦。”妇女有点警惕地看着我：“你是？”“我是他一个远房亲戚。”我随便编了个身份。妇女半信半疑地把我领进了屋。屋里很简陋，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坐在炕上抽烟。看见我，他把烟掐了。“你是？”“秦叔你好，我叫江哲。”我把路上买的烟酒茶叶放在桌上。“你这是干啥？”秦建国皱起了眉头，一点心意：“叔你别嫌弃。”我跟他们聊了会儿家常，很快就套出了我想知道的东西。秦建国前几年在工地上干活，腿摔伤了，干不了重活，家里的重担全压在秦之宇一个人身上，弟弟妹妹的学费、生活费、家里的开销，他爸的医药费，一个月就是一笔巨大的开销。难怪他那么拼命，他不是为自己活，是为一家人活。我们家之宇啊，从小就懂事。他妈说起女儿，一脸的骄傲，又一脸的心疼，就是太要强了，什么事都自己扛着。是啊，秦建国叹了口气，他在外面肯定吃了不少苦。我听着，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我以为他是个冰山，原来那座冰山下面压着这么多东西。告别了他父母，我没有马上回去。我去了他弟弟妹妹的那所贵族学校，我没进去，就在门口等着。放学的时候，我看见了他们，穿着精致的校服，脸上是无忧无虑的笑容，跟那个小镇是两个世界的人。我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然后我给秦之宇发了过去。我知道他肯定拉黑我了，所以我用的短信。照片发过去之后，我跟着发了一句话：“你弟弟妹妹很可爱。”发完，我把手机收起来，开车去机场。我知道他会来找我的。果不其然，我刚回到市里，还没到家，他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了，江哲。电话那头的声音又急又怒：“你到底想干什么？”“没什么，我把车停在路边，就是去你家乡看了看风景，顺便拜访了一下叔叔阿姨。你敢动他们一下试试？”“我怎么会动他们呢？”我还给叔叔带了上好的茶叶。我说：“秦总。”“哦不，现在应该叫你之宇了。我们见个面谈谈吧。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是吗？”我笑了。“你弟弟妹妹的学费好像快要交了吧？那所学校要是知道他们家里的情况，不知道还会不会让他们继续读下去。”电话那头沉默了，我能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我知道，我捏住他的软肋了，这很卑鄙，但对付他这样骄傲的人，只能用这种方法。地点。过了很久，他才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我报了个地址，是公司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半个小时后，我看见他推门进来，他换了身衣服，不是公司里的西装，就是一件简单的白色恤牛仔裤，头发也放了下来，看起来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脆弱。他的脸色很难看，眼睛有点红，像是哭过。他在我对面坐下。“你赢了，江哲。”他说。“说吧，你的条件。”“我的条件很简单。”我把一张银行卡推到他面前。“回到公司，继续当你的总裁。这张卡里有500万，密码是你生日，算是我这2个月给你开的玩笑，付的报酬。”他看着那张卡没动。“你觉得我是为了钱？”“我知道你不是。”我说，“但你家人需要钱，你的骄傲不能当饭吃。”
他抬起头看着我，你调查我，我只是想多了解你一点，了解我，然后用我的家人来威胁我。他笑了，笑得很苍凉。江哲，你跟你爸真是一路人。我愣了一下，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他站了起来，钱我收下，公司我也会回去，但你记住，我们之间只是纯粹的雇佣关系。他拿起那张卡，转身就走，没有一丝犹豫。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更不是滋味了。他说我跟我爸是一路人，这话什么意思？我爸对他做过什么？第二天，秦之宇准时出现在了公司，还是那身熟悉的黑色西装，还是那张冰冷的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他召集所有高层，开了一上午的会，雷厉风行地布置了接下来的工作。那个10亿的项目，他亲自盯着，好像要用工作来麻痹自己。他没再跟我说过一句话，在公司里碰到他也当没看见我。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江董，有了一间比他还大的办公室，每天的工作就是签字、开会，很无聊。我宁愿回去当那个可以摸鱼的实习生。这天，我爸突然来公司视察，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怎么样？副总当的还习惯？还行。我听说你把小秦气得要辞职。他下了口茶，慢悠悠地问，爸，这事你怎么知道的？你是我儿子，你撅个屁股我都知道你想拉什么屎。他瞪了我一眼，那个项目要不是你，公司就黄了，但你这处理方式太糙了，那你说怎么办？小秦是个好姑娘，有能力，也硬气。我爸说，就是命不太好。当年我把她从投行挖过来的时候，她正被上司骚扰，差点在这个行业里混不下去。我心里一动，他还说过，我跟你是一路人。我爸愣了一下，随即苦笑，他还在记恨我啊？怎么回事？当年他那个上司有点背景，我为了保他，用了些不太光彩的手段，拿到了那个上司的把柄，逼他辞职滚蛋了。我爸说，但这件事在小秦看来，可能跟我现在用他家人逼他回来没什么区别。我明白了，在他眼里，我们江家父子都是那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我们用我们的权势轻易地操控着他的命运，这是对他最大的侮辱。我走出办公室，心情很沉重。路过茶水间，我听见里面有几个女同事在八卦，哎，你们听说了吗？秦总好像有男朋友了。真的假的？谁啊？好像是隔壁那个什么晨光科技的 CEO， 叫什么顾宇的，长得又高又帅，还是个富二代。我好像也听说了，前2天还有人看见他送秦总回家呢。我的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头。顾宇，晨光科技的 CEO。 我拿出手机搜了一下这个名字，很快照片和资料就跳了出来。照片上是个穿着高定西装、头发梳得油亮的男人，长得确实还行，对着镜头笑得很。官方资料显示，他今年30，哈佛毕业，回国后创立了晨光科技，主营人工智能，公司发展很快，是这2年的明星企业，背景也不简单。他爸是搞房地产的，标准的高富帅，看起来跟秦之宇很配，但我看着那张脸，总觉得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下午，我让周经理把晨光科技的资料拿给我，我翻了翻，他们公司最近在跟我们竞争一个政府的大项目，一个智慧城市的合作案，双方都志在必得。秦之宇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顾宇也是，所以他们最近接触频繁，也说得过去。但只是工作关系吗？下班的时候，我特意在公司大堂多待了一会儿，果然，
我看见秦之宇从电梯里出来，一辆黑色的保时捷911准时停在了公司门口。车上下来一个男人，就是顾宇。他捧着一大束蓝色妖姬，笑得很灿烂。之宇，辛苦了。他把花递过去，秦之宇没接。顾总，我跟你说过很多次，在公司门口不要这样。他的语气很冷。怕什么？顾宇一脸无所谓。男未婚，女未嫁，我追求你，天经地义。我对办公室恋情没兴趣，那我们可以不是办公室恋情。顾宇说，只要你点点头，辞职来我公司，我给你双倍的薪水和副董事长的位置。秦之宇皱了皱眉，顾总，请你自重。他绕开他，就准备走。顾宇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之宇，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个智慧城市的项目，我们晨光是势在必得，你斗不过我的，是吗？秦之宇想甩开他的手，但没甩掉。那就商场上见真章，何必呢？顾宇的笑容变得有些玩味。跟我，对你的公司都有好处。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选。我看不下去了，我走了过去，放开他。我的声音不大，但他们两个都听见了。顾宇转过头，看见我，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我当是谁呢？这不是你们公司的那个实习生吗？怎么，现在实习生也敢管上司的闲事了？他显然还不知道我的身份。秦之宇也看见了我，他的眼神很复杂。这里没你的事，他对我说。现在有了。我看着顾宇，重复了一遍，我让你放开他。顾宇的脸沉了下来。小子，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说，一个马上就要破产的公司 CEO。顾宇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破产？小子，你睡醒了没有？我们晨光科技市值300亿，你跟我说要破产，很快了。我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是李狗蛋的。狗蛋，帮我做空一家叫晨光科技的公司，用最快的速度让它从地球上消失。李狗蛋在那边吹了个口哨。哲哥，这家公司怎么惹你了？行，没问题，3天之内让你看到效果。我挂了电话，看着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的顾宇。现在你可以滚了。顾宇的眼神充满了怀疑和不屑，装模作样。你以为你是谁？打个电话就能让晨光破产？他还是没松手。我叹了口气，看来不动手是不行了。我抓住他的手腕，稍微一用力，啊！他惨叫一声，松开了秦之宇。我没停，反手一拧，把他整个人按在了他的保时捷引擎盖上。你放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爸是……我管你爸是谁！我另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脸，记住，以后离他远一点，不然我不仅让你公司破产，还让你下半辈子在轮椅上过。我的声音很轻，但我知道他听懂了。他眼里终于露出了恐惧。我松开他，他连滚带爬地上了车，一脚油门跑了。那束蓝色妖姬掉在地上，被他撵了过去。我转过身，看着秦之宇，他也看着我，表情很奇怪。你上车，我说，我送你回家。他没说话，默默递上了我的车。我的车是一辆很低调的大众辉腾，看起来像个帕萨特，很符合我之前的废物人设。一路无话，车里的气氛有点尴尬。快到他家小区的时候，他突然开口：“谢谢。”不用。顾宇他不会善罢甘，他会的。我打断他，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车停在他家楼下，他解开安全带。你刚才说让晨光科技破产，对，你真的能做到？我能。他沉默了。江哲，他下车前突然回头看着我，
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说完，他就上楼了。我看着他的背影，笑了笑。看不懂就对了，我要是那么容易被你看懂，还怎么当你老板？回到家，我洗了个澡，躺在床上，我突然想起来，为什么觉得顾宇眼熟了？我大学的时候去哈佛参加一个学术交流，当时有个华人学生因为学术造假被学校开除了，闹得还挺大。那个学生就叫顾宇，看来他的晨光科技也跟他的人一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给李狗蛋发了条消息，查查晨光科技的底层代码，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李狗蛋回得很快，明白。第二天我到公司，秦之宇已经在了，他的黑眼圈有点重，看来昨晚没睡好。他看见我，眼神躲闪了一下，然后抱着一堆文件进了会议室。一整天他都在开会，我知道他在为那个智慧城市的项目做最后的准备。下午，李狗蛋的电话来了，哲哥，有惊喜。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晨光科技的核心代码90%是抄袭的，而且抄的是一家硅谷小公司的开源代码，连注释都没改干净。我笑了，证据呢？全在我手里。我已经让那个硅谷小公司发了律师函，跨国官司够他喝一壶的。干得漂亮！还有更劲爆的。李狗蛋说，我还查到他们公司有几项所谓的人工智能专利，数据全是伪造的。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抄袭了，这是商业欺诈。把所有证据打包发给我。好嘞。挂了电话，我看着会议室里秦之宇严肃的侧脸，我拿起手机给他发了条短信，来我办公室一趟。秦之宇很快就来了，他敲了敲门，走进来。江董，你找我？他又恢复了那种公事公办的称呼。坐。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他没坐，就那么站着。有什么事请直说。还在生我的气？我问。我没有资格生江董的气。这话说的就差把阴阳怪气4个字写在脸上了。我叹了口气，我为之前用你家人的事再次向你道歉。不必了。他说，你给了钱，我回来上班，我们两不相欠。好，那我们谈公事。我把电脑屏幕转向他，上面是李狗蛋发给我的关于晨光科技的所有黑料，抄袭、数据造假、商业欺诈，一条条、一桩桩，触目惊心。秦之宇的眼睛一点点睁大，他脸上的冰冷被震惊所取代。这些是真的，千真万确。我说，那个被抄袭的硅谷公司已经启动了诉讼程序，晨光科技的股价很快就会崩盘。顾宇下半辈子估计要在牢里过了。秦之宇看着屏幕，久久没有说话，他握着文件的手在微微发抖。我知道他被震撼到了，他辛辛苦苦准备了那么久，把顾宇当成最强的对手，结果这个对手就是个绣花枕头，还是个马上就要进监狱的绣花枕头。所以他抬起头看着我，智慧城市的项目我们已经赢了，可以这么说，就因为你一个电话。他沉默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中央空调的出风声。过了很久，他才慢慢的开口，江哲，你到底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很多。我笑了笑，你想知道，我可以慢慢告诉你。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为什么帮我？你是我公司的员工。我说，你的骄傲不应该被顾宇那种人践踏，所以我来守护。守护2个字，我说得很轻，但秦之宇的身体明显震了一下，他的脸颊好像有点红。我知道了。他低下头，不敢看我的眼睛。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出去工作了。他说完
转身就想走，像只受惊的小鹿。等一下，我叫住他。我从抽屉里拿出那张银行卡，这个还给你。他回头看见那张卡，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你家里的事，我帮你解决。我说，你弟弟妹妹的学费，叔叔阿姨的生活费，以后都由公司来承担，就当是给你的特殊津贴。我不要。他立刻拒绝，这不是施舍。我看着他的眼睛，很认真地说，秦之宇，你是我们公司最宝贵的资产，让你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是对公司最好的投资。我收下吧。我说，就当是我这个董事长给你下的第一个命令。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他走过来，拿起那张卡，紧紧地攥在手里。谢谢。这一次，他的声音里没有了之前的冰冷和疏离，而是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柔软。晨光科技的崩盘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抄袭和欺诈的丑闻一爆出来，股价应声暴跌，3天之内市值蒸发了90%。顾宇被警方带走调查，智慧城市的项目我们毫无悬念地拿下了。公司里一片欢腾，所有人都说是秦总力挽狂澜，运筹帷幄。只有秦之宇自己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庆功宴上，他破天荒地喝了点酒，脸颊红扑扑的。他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江董，我敬你一杯。别叫我江董了。我说，叫我江哲。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很少笑，但笑起来很好看，像冰雪初融。江哲，他轻轻地念着我的名字。这杯酒，我谢谢你。对不起。我知道他为什么说对不起，他为他之前对我的误解和偏见道歉，都过去了。我跟他碰了碰杯，以后我们是战友。他点点头，把杯里的红酒一饮而尽。那晚之后，我和他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很微妙的阶段。在公司，他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秦总，我是那个偶尔发表点意见的江董。但私下里，我们会一起吃饭聊天，他会跟我说他工作上的烦恼，我会跟他讲我大学时的糗事。我发现他不是冰山，他只是用那层冰冷的外壳来保护自己。卸下防备的他很可爱，会因为一部电影哭得稀里哗啦，也会因为吃到好吃的东西笑得像个孩子。周五，他跟我说他要回一趟老家，我爸妈想当面谢谢你。他有点不好意思。好啊，我说，正好我周末也没事，我跟你一起去。他有点惊讶，怎么不欢迎？没有。他的脸又有点红了。就是我怕你开你的辉腾去，我家门口的路不好走。我笑了，放心，我换辆车，周六一早我去接他。我开了一辆50宏光，他看见车的时候，整个人都傻了。你就开这个？怎么了？我拍了拍车头，秋名山神车，上山下乡无所不能。他一脸的难以置信，但还是上了车。车子开上高速，我放着最炫民族风，跟着一起唱。他坐在旁边，看着窗外，肩膀一直在抖。我知道他在憋笑。到了他家，他爸妈看见我，热情的不行，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谢谢，非要留我吃饭。他妈做了一大桌子菜，都是地道的农家菜，很好吃。吃饭的时候，他爸突然问，小江啊，你跟我们家之宇是在谈对象吧？可嗨！秦之宇一口汤全喷了出来，他的脸瞬间红得像个熟透的番茄。爸，你胡说什么呢？他一边咳嗽一边去捶他爸的后背。我跟江哲就是上司和下属。上司下属？秦建国一脸不信。上司下属能开着50宏光颠簸几百公里，
来我们这犄角旮旯吃饭。就是他妈也在旁边帮腔。小江这孩子，我一看就喜欢，长得精神，说话也好听。之宇啊，你可得抓紧了。妈，秦之宇快要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我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样子，觉得特别好笑。我清了清嗓子，放下筷子，很认真地看着他爸妈、叔叔、阿姨。其实我一直在追之宇。秦之宇猛地抬起头，震惊地看着我。我冲他眨了眨眼，继续说，只不过他脸皮薄，一直没答应我。我就知道。秦建国一拍大腿，我们家之宇就是这点不好，太端着。没事叔叔，我说，我有耐心，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说得好。秦建国拿起酒杯，来，小江，咱爷俩走一个。我赶紧端起酒杯，叔，我敬您。一杯白酒下肚，火辣辣的。秦之宇在桌子底下狠狠地踩了我一脚，我疼得龇牙咧嘴，但脸上还得保持微笑。这顿饭就在这种奇妙的氛围里吃完了。他爸妈看我的眼神已经是在看未来女婿了。秦之宇全程没怎么说话，就埋头吃饭，耳朵尖一直是红的。吃完饭，他把我拉到院子里。江哲，你刚才胡说八道什么呢？他压低声音，气鼓鼓地瞪着我。我哪有胡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啊。他噎住了。你什么时候追我了？从现在开始。我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他愣住了，看着我的眼睛，有点不知所措。院子里的阳光很好，照在他脸上，能看到细细的绒毛。他的睫毛很长，在微微的颤抖。你要是不同意，我现在就进去跟叔叔阿姨说，我刚才是开玩笑的。我说着就准备转身，他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别，他很着急。我爸妈他们年纪大了，经不起这么一惊一乍的。所以呢，我看着他，所以他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就先这样吧。说完，他就松开手，跑回屋里去了。我看着他的背影，笑得像个偷了腥的猫。下午我要回去了，他爸妈把我送到村口，依依不舍。小江啊，有空常来玩啊。好的，叔叔阿姨，之宇就交给你了，你可得好好对他。放心吧，岳父岳母。我嘴一秃噜，说完就后悔了。秦建国夫妇俩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秦之宇在旁边，脸已经红到脖子根了。他跳起来，一拳捶在我背上，让你胡说，那力道跟挠痒痒似的。回去的路上，车里的气氛跟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甜蜜。他没再看窗外，而是偷偷地看我。被我发现了，就赶紧转过头去。你看我干嘛？我问。谁看你了？他嘴硬。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帅？自恋不帅你老看我。他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小声问，你刚才叫我爸岳父，你怎么能乱叫呢？那我不叫了。他又不说话了。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嘴角在上扬。这个女人真是口是心非的可爱。回到公司，我们两个的关系成了公开的秘密，大家都心照不宣，但我们都没点破。周经理看我的眼神已经从皇亲国戚升级到了准驸马爷，见了我都点头哈腰的。江董，您喝茶。江董，这是新到的水果，您尝尝。我乐得清闲，反正公司有秦之宇扛着，我这个董事长就负责每天喝茶，看看报，顺便谈个恋爱，生活美滋滋。这天我正在办公室摸鱼，我爸的电话又来了。臭小子，我听说你把小秦给搞定了，消息挺灵通啊。废话，整个公司都知道了。我爸在那边乐呵呵地说，行啊，你小子
比我有出息。对了，跟你说个正事。什么事？下个星期你爷爷80大寿，你把小琴也带回来，让家里人见见。我愣了一下，这么快？快什么快？你都多大了？我爸说，正好趁这个机会把你们的事定下来。我就这么说定了，别给我掉链子。我爸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我拿着手机，有点发愁。我跟秦之宇才刚刚开始，这就要见家长，还是见我全家？他会同意吗？我走到他办公室门口，想敲门，又有点犹豫。我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他正在看文件，见我进来，他抬起头，怎么了？那个，我有点紧张，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说，我爷爷下周过生日，我家里人想让你……我话还没说完，他笑了。好啊，他答应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干脆。你不紧张？我问。为什么要紧张？他反问。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啊。他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那里面是满满的对我的信任。江家老爷子的80大寿办得很隆重，在郊区的一座私人庄园里，我那些7大姑8大姨、叔叔伯伯全都来了。我开着车载着秦之宇到的时候，门口已经停满了豪车。秦之宇穿着我提前为他准备的晚礼服，是一条淡蓝色的长裙，衬得他皮肤很白，气质清冷，像月光下的仙子。他挽着我的胳膊，有点紧张，手心里都是汗。别怕，我捏了捏他的手，有我呢。他点点头，深吸了一口气。我们走进宴会厅，瞬间就成了全场的焦点。我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落在了秦之宇身上，有好奇，有审视，有嫉妒。我爸妈看见我们，立刻迎了上来。哎呦，这就是之宇吧？我妈拉着秦之宇的手，笑得合不拢嘴，比照片上还好看。阿姨好。秦之宇有点害羞，还叫阿姨呢。我爸在旁边说，该改口了。秦之宇的脸更红了。我赶紧出来打圆场，爸妈，你们别吓着他。我领着秦之宇去见我爷爷。老爷子穿着一身红色的唐装，坐在主位上，精神矍铄。爷爷，这是我女朋友秦之宇。秦之宇把准备好的礼物送上，是一幅他亲手绣的松鹤延年图。秦丫头有心了。老爷子接过礼物，笑呵呵地看着他，是个好孩子。他从手腕上退下来一个翠绿的玉镯，来，这个爷爷给你的见面礼。他把镯子戴在了秦之宇的手上。秦之宇愣住了，那镯子一看就价值不菲。爷爷，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给你就拿着。老爷子说，我们江家的孙媳妇戴这个不贵重。孙媳妇3个字一出来，秦之宇彻底不会说话了。我能感觉到我那些亲戚们的脸色都变了，特别是我的几个堂姐妹，看秦之宇的眼神都快冒火了。我知道他们以前都削尖了脑袋想嫁给我，现在被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灰姑娘抢了先，他们心里肯定不平衡。果然，晚宴开始没多久，我的一个堂姐江山就端着酒杯过来了。堂弟，不介绍一下？他看着秦之宇，皮笑肉不笑。我女朋友秦之宇。我说，这是我堂姐江山。秦小姐是吧？江山上下打量着秦之宇，在哪儿高就啊？我在江哲家的公司上班。秦之宇不卑不亢。哦，江山拉长了语调，原来是员工啊。那秦小姐可真是好手段，能从公司爬到我们江家的餐桌上，这话就说得很难听了。秦之宇的脸白了一下，我刚要发作，秦之宇却按住了我的手。他看着江山，笑了笑。江小姐说笑了，我不是爬上来的，我是被江哲
八抬大轿抬上来的。他顿了顿，挽紧了我的胳膊，因为他说没我他不行。江山的脸瞬间就绿了，周围看热闹的亲戚也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姑娘嘴巴这么厉害。我看着秦之宇，心里乐开了花。我媳妇就是牛。江山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了。我给我媳妇竖了个大拇指，干得漂亮。那是，他得意地扬了扬下巴。你以为我这个总裁是白当的？这顿饭吃得很顺利，有了江山这个前车之鉴，再也没有不长眼的亲戚赶上来找茬。宴会结束，我爸妈非要让秦之宇在家里住下，都这么晚了，还回去干嘛？家里有的是房间。秦之宇有点犹豫，我妈拉着他的手，直接把他带上了楼，就住江哲隔壁那间。我早就收拾好了，我跟在后面，心里美滋滋的。晚上，我洗完澡，穿着睡衣，偷偷地溜到秦之宇房间门口。我刚准备敲门，门就从里面开了。他也刚洗完澡，穿着一件粉色的卡通睡衣，头发湿漉漉的，脸上还带着水汽，看起来像个邻家的小妹妹，一点都没有女总裁的样子。你干嘛？他看见我，吓了一跳。我来看看你习不习惯。还行。那个，我搓了搓手，我房间的空调好像坏了。他愣了一下，然后呢？我有点冷，我可怜巴巴地看着他，他看着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的脸慢慢的红了。他咬了咬嘴唇，侧过身。那你进来吧。他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哼。我心里一阵狂喜，赶紧溜了进去。他的房间很香，是那种淡淡的体香。我一进去就直接躺在了他的床上。哎呀，还是你的床软和。他站在旁边，手足无措。你就睡这儿，不然呢？我拍了拍旁边的位置。你也上来啊。他的脸已经快要滴出血了。我去睡沙发。他说着就抱着枕头要走。我一把拉住他，把他拽到了床上。他惊呼一声，倒在我怀里。他的身体很软，抱着很舒服。别走。我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就这么陪我一会儿。他不动了，身体还是有点僵硬，但没有推开我。我抱着他，闻着他头发上的香味，觉得特别安心。我们就这么静静地抱着。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怀里的人呼吸变得均匀了。我低头一看，他睡着了，像个小猫一样蜷在我怀里，嘴角还带着一丝甜甜的笑。我看着他的睡颜，心里被一种叫幸福的东西填得满满的。我低下头，在他的额头上轻轻地亲了一下。晚安，我的总裁。不，我的女孩。见完家长，我和秦之宇的关系算是彻底定了下来。我爸妈催得紧，天天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我把问题抛给了秦之宇，他红着脸说听我的。我当即拍板，下个月就办婚礼。消息一传出去，整个公司都沸腾了。周经理直接把我俩的海报挂在了公司大堂，上面写着8个大字：永结同心，早生贵子。土得掉渣，但我看着心里挺高兴。婚礼的筹备，我没让秦之宇插手，他工作忙，这些事都由我来。从场地、婚纱到喜糖，我都要用最好的。我要给他一场全城最盛大的婚礼，让她风风光光的嫁给我。婚礼前1周，我带她去试婚纱。当她穿着那件镶满了钻石的白色婚纱从试衣间里走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我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太美了，她就像是从童话里走出来的公主。好看吗？她有点羞涩地问。好看。我走过去，牵起她的手。你是我见过最美的新娘。
我们正腻歪着，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了起来：“哟，这不是秦总吗？真是好久不见啊！”我回头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站在不远处，他身边还挽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那个男人我认识，孙志，秦之宇在上一家投行公司的上司，也就是我爸说的那个骚扰他，最后被我爸用手段逼走的人，真是冤家路窄。秦之宇看见他，脸色瞬间就白了，身体也下意识地往我身后躲了躲。孙志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不怀好意的打量。秦总这是要结婚了？他笑得很贱。新郎是哪位啊？能娶到你这么能干的美人，真是好福气啊！他装作不认识我，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不劳你费心。我冷冷地说：“哎，别这么说嘛。”孙志说：“我跟之宇好歹也同是一场，他结婚，我这个做前辈的怎么也得表示表示。”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递了过来，一点心意不成敬意。我没接，我们不熟，怎么能不熟呢？孙志笑了：“我跟之宇可熟了，我还知道他很多你不知道的秘密呢。”他这话说得意味深长。秦之宇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孙志，你到底想干什么？他鼓起勇气站出来说：“不想干什么。”孙志摊了摊手，就是想请我的好下属喝杯咖啡，聊聊天。毕竟我们也很久没见了，我很想你啊。他的眼神像毒蛇一样粘在秦之宇身上，我心里的火腾的一下就起来了。我上前一步，挡在秦之宇面前。我最后说一遍：“滚，小子，你别太嚣张。”孙志的脸也沉了下来。别以为你有2个臭钱就了不起，我告诉你，我手里有的是能让秦之宇身败名裂的东西。你要是不想你未来的老婆成为全城的笑柄，就最好对我客气点，是吗？我笑了，我这人最不怕的就是威胁。我拿出手机，又拨通了李狗蛋的电话。狗蛋，帮我查个人，叫孙志，以前在某某投行干过，我要他所有的黑料，现在，立刻，马上。李狗蛋在那边打了个哈欠：“哲哥，这种小角色也用得着我出马？行吧，5分钟。”我挂了电话，看着脸色已经有些发白的孙志。5分钟，我说：“希望你的那些黑料够劲爆。”孙志的眼神开始慌了：“你少在这儿吓唬我，我身正不怕影子斜。”他嘴上这么说，但挽着他胳膊的那个女人已经感觉到了不对劲。他想把手抽出来，但被孙志死死地抓着。不到5分钟，我的手机就震了一下。李狗蛋把一个文件包发了过来，我点开，里面是孙志这些年所有的光辉事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还有更恶心的，他利用职权潜规则公司女下属的聊天记录和视频，受害者不止一个。我把手机递到他面前：“还要我一条条念给你听吗？”孙志的脸已经没有一丝血色了，他看着手机上的内容，身体抖得像筛糠。不可能，这些东西你怎么会有的？你不需要知道。我说，你只需要知道，这些东西现在掌握在我手里。我收回手机，现在带着你的女人从我眼前消失。在我改变主意，把这些东西交给警察之前，孙志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他瘫软在地上。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尖叫一声，甩开他的手跑了。不要报警！孙志跪在地上，爬过来想抱我的腿，我一脚踢开，滚！他连滚带爬地跑了，像一条丧家之犬。我转过身，看见秦之宇正呆呆地看着我，他的眼眶红红的，里面有泪光在闪。
我走过去，把他抱在怀里。没事了，我轻轻地拍着他的背。都过去了。他在我怀里，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哭得很伤心，把这些年受的所有委屈都哭了出 C。我什么都没说，就那么紧紧地抱着他。等他哭够了，他抬起头，眼睛红得像兔子。谢谢你，傻瓜。我帮他擦掉眼泪，跟我还说什么谢谢？我是你老公，以后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婚礼如期举行，在一个可以看见大海的草坪上，天气很好，阳光、海风都恰到好处。我站在红毯的尽头，等着我的新娘，心里前所未有的紧张。当婚礼进行曲响起，我看见她挽着她父亲的手，从远处缓缓走来。她穿着那件洁白的婚纱，头纱下是全世界最美的容颜，阳光洒在她身上，像为她镀上了一层金边。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父亲把他的手交到我手里，小子，我把我最宝贝的女儿交给你了，你以后要是敢对她不好，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不会放过你。爸，你放心。我紧紧地握着秦之宇的手，我会用我的一生去爱他，保护他。我们走到神父面前，宣读誓词。江哲先生，你是否愿意娶秦之宇女士为妻？无论富贵贫穷、健康疾病，都爱她，珍惜她，直到永远。我愿意。我说得很大声，生怕全世界听不见。秦之宇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江哲先生为夫？无论富贵贫穷、健康疾病，都爱他，珍惜他，直到永远。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有泪光，但更多的是幸福的笑意。我愿意。他说。神父宣布，我们可以交换戒指，亲吻新娘了。我拿出戒指，轻轻地套在他纤细的手指上，他也为我戴上。然后我掀开他的头纱，低下头，吻住了他的唇。他的唇很软，很甜，像棉花糖。周围是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我抱着他转了好几个圈。老婆，我大声地喊。老公，他也笑着回应我。婚礼结束，我们没有去什么马尔代夫、巴厘岛度蜜月。我开着我的50宏光，载着他进行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公路旅行。我们去了他长大的小镇，去了我读过的大学，我们去了很多很多地方，没有目的，没有计划，走到哪儿算哪儿。晚上我们就睡在车里，看着满天的星星，聊着天。他说他从来没有这么放松过。我说我也是。以前我的人生像是一场设定好的程序，出生、上学、继承家业，一切都按部就班，很无聊。直到我遇见了他，他像一道光，照进了我枯燥乏味的人生，让一切都变得鲜活、有趣起来。1个月后，我们回到了市里。秦之宇的肚子还没动静，我爸妈有点急，天天打电话催。我倒是不急，我觉得顺其自然就好。回到公司，一切照旧。秦之宇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女总裁，只不过大家看她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敬畏和羡慕，因为她现在是董事长夫人了。我也还是那个甩手掌柜董事长，只不过我的办公室里多了一张婴儿床，是我提前准备的。这天，秦之宇正在开会，突然他觉得一阵恶心，捂着嘴就冲进了洗手间。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张化验单走到我办公室，脸上是又惊又喜的表情。他把化验单递给我，我看见上面有2条红杠，我愣住了。我要当爸爸了。他点点头，眼眶红了。我一把抱住他，把他举了起来。太好了，
老婆，你真是我的福星。我在办公室里又蹦又跳，像个200斤的孩子。周经理听见动静，推门进来，看见我们这样，他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了然的笑容。恭喜江董，贺喜江董，同喜同喜。我说，这个月全公司发双倍奖金。好嘞。10个月后，秦之宇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7斤8两，长得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我爸妈乐坏了，我爷爷亲自给孩子取名叫江之琴，用我们2个人的姓。他说，希望这孩子以后能像他妈妈一样聪明能干，也能像我一样知道疼老婆。孩子满月那天，我抱着他站在落地窗前，秦之宇靠在我身边，我们一起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江哲，他突然说，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也谢谢你让我成为了我自己。我低下头，亲了亲他的额头，又亲了亲怀里儿子的脸蛋。我也是，谢谢你，老婆，是你让我的人生变得完整。窗外是城市的璀璨夜景，窗内是我的一世温暖。我想，这大概就是幸福的模样吧。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